好，我是小晕，这是一个专门分享生活知识和个人经验的频道。移居欧洲是很多人的梦想，我们往往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无论是旅游宣传片，还是其他博主在分享他们的欧洲生活时，都会带上很多漂亮的风景和美丽的房子。但在我们的真实生活里，不能只靠漂亮的风景和美丽的房子来填饱我们的肚子，对吧？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你不该移居荷兰的原因。首先，我要快速的声明一下，我并不讨厌荷兰，相反的，我喜欢这里的生活。我也在我之前的视频里说过，这里的生活是适合我的。我对荷兰人和荷兰文化也没有特别不满意的地方。我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只属我个人这些年在这里生活的真实体验和看法。那为什么你不该移居荷兰呢？如果你觉得来荷兰工作打拼会让你变得很富有，我接下来要说的该要让你失望了。根据 Dutch Central Plan Bureau 的最新数据，他们预计在2022年到2025年，荷兰中等阶级的平均年收入会在41000欧元左右。以现在荷兰的生活成本来计算，这个年收入一点都不算高，它大概就在每个月3400欧元左右。这还是税前收入，税后你大概会得到2600欧元左右。作为外籍人士，我们一般都会有 30% ruling， 税后我们会得到多一些，那也是在3000欧元左右。但自2019年开始， 30% ruling 的享用期为5年，5年之后，外籍人士要付的所得税就和当地人一样。这些税后工资还要扣除每个月的生活成本，而且这里每个人的工资都差不多一样。当我说这里每个人的工资都大同小异，我真的没有在夸大其词。在这里刚大学毕业，一开始的工资是在2200到2800欧元左右，这和一位货车司机的工资差不多一样。你们也不要多想，我没有在看不起任何一个行业，工作本身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这里我是想要告诉你们，荷兰的工资差距并不大，到最后每个人所带回家的工资都差不多一样。你们也不要误会，在这里高薪的工作非常多，但你们必须要明白的是，在这里你赚的越多，你要交的税也就越高。甚至最近有一份报道说明了，在这里你每个月多赚1000欧元，扣完税之后，你所得到的并不能为你的收入增加多少。所以你在这里的工资扣完税之后，很可能就和你原来在自己国家的工资差不多一样。这时你可能就会说，那为什么还有人要来荷兰呢？这里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很多人来欧洲所得到的根本就不是金钱上的富裕，而是一种体验，体验欧洲的工作文化，体验欧洲的慢节奏生活。第二个不应该移居荷兰的原因是，如果你有一颗玻璃心，你的心不够强大，那你在来之前一定要三思。在我之前的视频，我也曾经说过，荷兰人是非常直接的，不管他们是在批评你还是在赞美你，他们都是直话直说，没有在害怕得罪任何人的。如果无法接受荷兰人的直接，不管他们的直接是在好的一面还是不好的一面，你都会很容易感到受伤的。我没有兴趣要去美化或丑化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但我想以我的亲身经历来和你分享，无论是来荷兰工作的、移民的还是留学的，都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你很大可能要面对到同样的问题，尤其是来自亚洲国家的，在这方面的体验会更加的明显。亚洲人嘛，都是比较含蓄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把我们真正的想法和委屈说出来，甚至有时候本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不懂得去拒绝而接受了其他人的安排，但心里却是非常非常不开心的。所以还是那一句，要留在这里生活，就意味着要把自己的心理状态调整好，要做好心理建设，要懂得去拒绝。从无法接受到坦然接受，它是一种体验的过程，没有捷径。
第3个不应该移居荷兰的原因是这里的天气。这里的天气不单指我们外国人会抱怨，它也是当地人每天抱怨最多的地方。要是你刚认识到荷兰朋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你永远都可以从天气这个话题说起。如果你想象的荷兰天气是那一种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那你大可死了这条心吧。没有这件事情，这里一年四季最多的就是冷风和冰雨。这里的夏天也没有像意大利或是西班牙每天都可以在沙滩上游泳晒太阳。荷兰夏天的平均温度在25度，冬天可以说是寒冷的。我们甚至有时候一天24小时内就能体验到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了。所以如果你想享受一年四季的好天气，那千万不要来荷兰，这里注定会让你失望的。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会希望在当地交到知心朋友，对吧？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年，我发现荷兰人是非常乐于助人的，他们也很友善，也很健谈。荷兰人非常习惯和外国人相处，也没有沟通上的问题。不过要在这里建立真正的友谊，交到知心朋友，我可以铁定的告诉你，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在还未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需要很有耐心，并且尽你所能才行。我和我其他外国朋友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我们都觉得要进入荷兰人的内心世界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即便几年之后你只有屈指可数的当地朋友，你也不要介怀，这是非常正常的。包括荷兰人自己，他们成年之后也很难建立新的友谊，而且在荷兰要和朋友见上一面真的也不容易，因为这里的一切都需要提前规划，提前预约。不管是你邀请朋友来你家做客，还是和朋友去吃顿饭，出去玩，都是一样的，都必须要 make appointment。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非常喜欢交新朋友，这里的交友环境很大可能会给你泼上一盆冷水。最后一点，我觉得不应该移居荷兰的原因是，如果你向往的生活是那种高调奢华，住大房子，开名车，戴名表，穿金戴银，荷兰绝对不是一个理想国。荷兰人是非常低调的民族，他们的实际生活是非常朴实和节制的。荷兰人对其他人的生活不太感兴趣，他们也不太会去比较和羡慕别人的生活。这里的文化价值观是，若你很强，很厉害，很有钱，可以，没问题，这是你家的事情，但别嚣张和炫耀。这里一般人都瞧不起那种爱炫耀的人，荷兰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好嚣张的，因为你我都一样，都是一般人类，没有什么好比较。这并不是荷兰人比较高尚哦，只是他们不偏好用头衔或是职称去凸显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个国家所提倡的是平凡、平等、平常，每个人都是平凡、平等、平常的个体，这也是我喜欢这里生活的其中一个原因。看完了这一些，到底还值不值得放弃当下的一切移居荷兰呢？那就要看个人的选择和判断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你们会怎么选呢？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给这个视频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But I believe this love is stronger